眼睛跟被人滴了硫酸似的，这又冲又呛的，是煤气。我方才不就打了个盹吗？好家伙，这院墙上的标语“桃梁县机械厂，1972年”，我这是穿越了。积极投身建设，到农村去，到边疆去，给大伙带来一支歌。8平米的小屋，阳台改的，这斑驳的墙面，原身这19年的事儿。张洪成，跟我一个名，1.74米的个儿，是个孤儿，跟着继母过活。这小子依然把自己了断了。这是封分手信，你往后会是个光荣的工人，弯着腰下地干活的农妇，我就干干净净的了断了。把这恋爱脑的原身刺激坏了，愚蠢，真是愚蠢。统共44句话，足足11回提到他弟弟，想让你把这刘长的好机会送给他那个要下乡的亲弟弟，逼的就是这刘成名额，这女友断不能留。刘成的名额是我的，这信封我认得他。哥，你今天怎么这么慢？我都等你半天了，难得有带猪油渣子的菜汤，都怪你，这会儿早卖光了。这位就是原身那个妹妹，今年16，念高2，少说少错。来晚了，猪油渣子没了就没了。一个素菜就要1毛钱，赶紧买馒头去吧。一份素菜1毛，带肉2毛，一顿肉菜就是大半天工钱，统共8分钱6两粮票，这是兄妹俩一顿饭钱。午饭钱一直归原身管。师傅，3个馒头1份菜汤，馒头我自己拿。菜汤我去打。这丫头嘴甜，准多摇2周。阿姨，给我来份菜汤呗，多给我捞2根菜叶子。我哥今天没抢上猪油渣。汤咱俩1人1半，你2个馒头我1个。连分个汤都门儿清。21贴作5，你4分我4分。兄妹俩咱私房钱的唯一来路。你又干啥去？咸菜要2分钱1份呢。就你啰嗦，手里就剩这4分钱。洪成，多吃点肉，过几天你就要去厂里施工了，老师傅们要试你力气的，得趁早把身子骨养结实喽。妈，你也吃。您天天医院里忙得脚不沾地，比我们哪个都辛苦。2块肉直接夹我碗里，这继母对我真没得说，我都觉得自己跟这屋格格不入。亲爸走得早，全当成了外人的客套套，往后我替他一笔一笔慢慢还。我吃好了，碗我哥造上了啊。洪成，先别急着回屋。阿姨今天在医院听咱们科的护士念叨，说你和小舍是闹分手了。来了，盛美华上午才递的分手信，不是有人诚心往外散。您打哪儿听的风？我和美华能有啥事儿啊？女孩子家的脾气都这样，一阵儿一阵儿的，今儿恼明今儿好，明儿你请她好好吃上一顿，话敞开了说。拿着，这是刚发的工资，整2块新出的板子。偏心，中午吃个咸菜都得算计半天，给他倒舍得，整2块说掏就掏。这丫头又吃上味儿了，妈再跟你交个实底，佘家的股处你也清楚。阿姨这是把刚发的工资塞给了我2块，特意挑了崭新的票子。原身那10年别扭，难为她了。哎，不对，我那老信封呢？早上还好端端搁桌上，四周一圈黑线，边都磨出毛了。这屋就我一人，门帘一拉，我的乖乖，他自己回来了。信封表面那张红邮票没了，随手把1张红邮票按在格子里。红邮票换成5张大团结，购买力比后世的5000都顶用。亲，收到藏品请上图5星好评。这是又出手藏品了，满世界也就胡胖写得出来。
错不了，是胡宇那厮。这编马尾术我熟啊，宝贝得跟亲儿子似的珍藏，才离开大半天就把亲儿子给卖了。先是凭空没了，再凭空回来。早上我饿极了要去食堂，把那张红邮票按在了格子里，再回来就带着胡宇那头东西，能把东西递到几十年后胡宇手里。要不试试？到了你那头值几个钱？怎么半点动静都没有？难不成是我想差了？你才开到7万呢！网上挂的那些天价，边雅一根没缺，背胶都在。8万块到顶了，哼，9万5，少1分就走。头一回靠他发这么大横财，谁能找到张宏成？置顶还得再掏5000，唉，只能出血卖几张了。贴张邮票才完美。我去，闹鬼了！这小子真穿到1972，平板水印五角存是10万张，收藏价500一张，这回真的要发啦！老子在1972有孝顺儿子，挑顶顶要紧的塞，通用粮票是命根子，乖儿子义父够意思吧？感情只能传递纸物品。这虎胖子下了血本了，整整150斤，胆子大到敢让我叫爸爸，把我当摇钱树爸爸供着。到底是谁叫谁爸爸？本钱有了，该一步步落子。油条4分1根，给我买了2根，是过几天我要进厂施工。这继母是真厚道。都8点多了，你这才往学校去？太阳打西边出来了，平时多看我一眼都嫌费劲。老师们早上得先开会，去早了也是干坐着。哦，这丫头这反应正常的很。我刺了他这一句，他往常早炸了。太阳是真打西边出来了，把兜里那点钱票一股脑揣上，约前身这对象佘美华出来吃顿饭。偏就这个佘美华难缠，他那封分手信我看明白了，佘家盯上的是那个招工名额，怎么把这门亲散了还不坏名声？造谣一张嘴，辟谣跑断腿。可这戏缺个由头，缺个台子。哎呦，张宏成同学居然也会冲佘美华以外的女同志，许是人逢喜事精神爽吧？进场那个编制马上就要下来了。卢燕、陈贝丽，你俩好。这俩对我那位好女友都没好脸，正为佘美华那摊子事发愁呢。过几天等你进场，他给你登记，他就是职工家属了，这还有啥愁的？你俩进来咋样？前天厂办的人又去我家一回，最迟7月份，多半是去南方，所以我们肯定是要去了。7月份就走，这么急？郭涛你还记着吧？他后天的火车。史前进。不过他跟我说过，他会等我的。今儿咱几个聚一聚，送送行。县城东头那家饭店，这顿我请。再加上咱俩，正好7个。要不要再叫赵甘梅？家里动员的紧，就这几个吧，知根知底儿。连我和美华一块儿，整整9个，人多了热闹，话也好往开了讲。那美华那头谁去通知？美华归我，我亲自去。其余几位就劳烦你们俩。11点半，谁也别迟到。大家都是给佘美华请来的观众，先从他爹那头往佘家吹。护士长家小红成啊，你找他有事儿？我想接您这电话使一下，就1句话的事儿，耽误不了。挂吧挂吧，长途不兴打。就一个城里的号近着呢，您先别叫他来接，请他闺女去国营饭店吃饭，今儿中午11点半，口信带到就行，不用回话。请人当着满车间带口信儿，我得先替他们把动静闹大。机械厂来电话了，请你闺女上国营饭店搓一顿。请我家美华上国营饭店，这话当真带到了？满车间都听见了，你不得请咱们喝顿喜酒？人家小伙子主动请，凑一块吃个饭，当不得真。平日见了我大气都不敢喘，那封信真起了成果。我请半个钟头的假，家里头有点急事儿，这就回。请咱美华中午11点半。看来这事儿有眉目了，今儿你可一定得让他定死，攀登的最后期限下就到了。就他那个榆木脑袋，他会全力配合的。我倒要瞧瞧他做到哪步。差点迟了，这年月手表金贵，全靠太阳影子估摸。
先稳住，今儿这顿饭。对不住，对不住，差点把正事儿给误了。景有什么好看的？你们家那位佘美华呢？倒先把客人晾这儿了。他还差一会儿就到，我可太懂这位的脾性，哪一回赴约不故意晾了。嘿嘿，洪城，你快坐快坐，酒我带来了，本地的。人家洪城请客，洪城，菜你拿主意。我去窗口点几个硬的。您这枚胸章，还头一回瞧见这么板正。哎，这算个啥？爱人去省城出差带回来的。那您二位可太有本事了。你这小同志嘴是真甜。我今儿是请几个老同学。我们大师傅炒大肠拿手，你手里钱和票有多少？还都是全国通用粮票。酒不用了啊，带了2瓶本地的江水大包。你今儿这是下了血本，这一桌子荤腥，谁敢这么点？今儿大伙儿要各奔东飞了，就差正主登场。今儿这顿不算多丰盛，往后咱们几个老同学，这杯先敬大伙儿一个平安。洪城，你这东请的意义？一晃毕业才1年，咱们班最后这几个。戏台打好了，正主还在路上。美华昨儿写了封信给我，说是不想耽误我，要跟我分手。分手？他跟你分手？火烧眉毛要下乡，反倒要分？他们家也是真为难，决定放弃我，陪他弟弟一块儿走。好姐姐陪弟弟一块儿走，是咱们认得的那个佘美华吗？他要真这么深明大义，我想了整整1个晚上，我放弃进场，陪美华去南疆。你放弃进场，那名额咋办？那可是你爸拿命换来的名额，人家还有个亲妹妹呢。我会把这个名额送给美华，吃苦的事儿由我和她姐姐就行。张洪成，你可别乱说话！你凭啥送给一个外人家的弟弟？你是不是糊涂了？你妹妹咋办？你继母咋办？哼，我咋越听越不是味儿？这是有人把你拿捏的死死的。劝吧，越劝越好。造谣一张嘴，辟谣跑断腿。张洪成，你这人就是软性子。哟，这小年轻命真苦。我看呐，是那姑娘不地道。那写信的正主还没露面。要把招工名额白送对象弟弟，头回见这么实诚的。实诚，我看是缺心眼，铁饭碗往外送，缺心眼。他这帮同学劝不劝得醒呢？那不是我写给他的信吗？把信拿出来给人瞧了。请了这么多老同学，怎么没说？害我什么都不知道，闷头就来。先把锅往我头上一扣。都怪我，是我忘了告诉你。你别恼，快坐快坐。这丫头自个儿撒谎，张口就把锅甩他对象头上。你跟洪城谈对象，我们管不着，逼着他让给你弟弟，不让就分手，你说过不过分？你少在这儿血口喷人，你拿不出证据就别败坏名声。这事打死也认不得，全家都得被街坊戳脊梁骨。你说陈蓓蕾血口喷人，还是说你白纸黑字惹人误解？我亲手写的字怎么落旁人手里？我恨不得一刀劈了他，这辈子的名声全完了。史前进，你快把信还我！你们怎么能这么抢我的信看？我连1个字都没多说，还护着他，人家把你当傻子拿捏。这种女同志，你陪她下什么香？名额让出去，你妹妹跟着遭罪，到头来人家拿你当冤大头。张洪成，我们结束了，从今往后，我跟你一刀两断。美华，你别走啊！你听我解释，事情不是这样。追啥追？这种人跑了才清静。这老信封的劲儿比我演的还到位。我这劲儿啥时候变这么大了？看清了他的真面目，分手过得自自然然。那么个毒心肝的女人，跑了正好。亏你还白送名额，一封信连替他弟弟11回，他是拿你一个垫脚的石头。你们都别说了，我心里苦，可我认。成了，名声算是钉死了。老板，再来4瓶江水大松，就要奔南疆，奔关外，敞开喝。江水大松1块1瓶呢，好酒才卖8块。
钱算个啥？今儿我请。现场喝，不用另给酒票。我去南疆，你真的会等我吗？我史千金一定等你，等到天荒地老。贝雷，你放100个心，我替你盯着他，他敢有半点花花肠子，我发誓，我发誓，不娶陈贝雷，我誓不为人。半个县城都听见了。贝雷，你等等我！你可千万别往岔道上想。天底下好姑娘多了去了，我得给他写信，说清楚。多装2份罪，这事儿就更冤。我要给美华写信，红邮票给我来1整版，一封一封都寄过去。这1整版你寄到哪辈子去？谁也挑不出我的理。佘美华写信逼让招工名额，那是因公熏了他。一个傻的没边儿，一个毒的没底，一傻一毒凑一块儿了。风声起来了，我要的就是这个。佘家想翻案，难。你家红尘跟人喝高了，满场都传遍了，你快回去。这孩子跟我隔着一层，为个不值当的女人喝成这样，傻孩子，阿姨在呢。一个佘美华哪值得这样？你看看你这副德行，大白天的喝成个烂泥，还得请假赶回来伺候你，名声也臭了，酒也喝坏了，活该！喝，把这碗醒酒汤喝了，凉了对胃不好，我再吹2口。骨子里到底是一家人。第一步算是踏踏实实落了地。海军，你说我该咋办啊？那封信全场都传遍了，骂我是毒妇。你先别哭，先别哭，咱再想想法子，事儿还没到头呢。完了，全完了！骗那傻子把流程名额让出来，我再不小心跟他撞出点误会来，咋就崩在那几个同学手上了？那几个就要下乡的，怎么这么手欠？我一辈子的名声都让他们糟蹋了。他名声一坏，我可咋整？我爹娘是打死也不会让我娶她的，全场的人还不得戳我家脊梁骨？你先回去歇着，我再寻你。你不能撂下我一个人扛。哪能呢？哪能呢？我的乖乖，手一抖，凭空掉下来一套房，义父在上，受儿子一拜。你穿过去，第2天就甩了一个妞，哈哈！义父您这手段比儿子我高。这名字怎么全对得上一本书？您这是穿书啊，还穿进一本要命的书里。这话我得说，又不敢直说。您头顶上那片朔北大草原美丽吗？头顶的朔北大草原美丽吗？我竟是穿进一本大女主重生文里，救女主而死的好友叫张玉敏，一个叫佘美华，一个叫刘海军，人已经将这对男女扔进了界江。这一桩桩，这次可有的玩了。这胖子也是邪门，天天往信封塞截纸，满纸写的全是我的事儿。朔北荒原，1988年重生回1972，重生朔北荒原是一本书里头的1972。没有 CP 的大女主重生文，有一个女性好友因为救女主，这书里头还埋着条命，替好友报了兄长的仇。张玉敏，同父异母的亲妹妹，为救女主搭命的就是她，因女主插手而遭报应。一个叫佘美华，一个叫刘海军。佘美华、刘海军，那是袁深的前女友。刘海军，袁深的邻居。佘美华一边给袁深写分手信，一边还和刘海军勾搭。佘美华、刘海军成亲那晚，袁深听见了这对男女的私语，却被这2人扔进江水，到死都没闹明白怎么栽的。临了，2人合伙把他沉了江，好一出戏。这种东西留不得，万一被瞅见，解释不清楚。要是没我这一出穿越，这恋爱脑照样会犯傻。歌声多么响亮！老郭，再使把劲儿，腿收上去！你这一身骨头可真不轻。
成了，进来了，行李递我。到了船边来个信，那边山里头夜里凉，照顾好自个儿啊。去的是丁苦的川边，没叫爹娘和妹妹来送。陆燕，最后一回照面，到末了也说不出口。到了边疆，再立新功。笑着笑着，泪就淌下来了。他在找陈贝利。该来的早来了，你就安心走吧。陈贝雷，你一定要等我，不娶你，我誓不为人。他还是来了。这个你收着。贝雷，你慢点，别摔着。是天天，我等你，我陈贝雷等你到天荒地老。不用打开，大伙儿心里都门儿清。把一颗心都掏出来，没一个人说话。把元神扔进江里的。海军哥，找我啥事？美华托我给你捎句话，小剧院后头那片小树林，想当面跟你了断个清楚。偏偏是你刘海军亲自上门，黑灯瞎火没人作证的地界。他真这么说的？美华亲口跟我讲的。套路我都给你们捋顺了，简单的才最好使，由不得他说了算。将计就计。钱都快着点啊！今儿这戏曲片唱得带劲儿，2毛钱一张呢，挤掉了票根可没人补。我身上这蓝色墨水就是给你准备的，约我到这黑灯瞎火的树林，他那点把戏我都能数出来。他从背后一抱，再尖嗓一喊，那我可不能辜负这片心意。要是他忽然抢来可咋办？我一个女同志心里发毛。你没瞅见广场那么多人，你只要尖着嗓子喊一声，你想咋拿捏就咋拿捏。到时候喊大伙儿停手，注意时机和引导。名额还不是手到擒来。红尘，还跟我摆上脸子了。你真就信了那些舌根吗？要不我帮你一把？你帮我做什么？当然是帮你喊救命啊！你喊什么？抓流氓啊！来人呐！哪来的流氓？弟兄们，凑家伙，给我上！在后头树林子里。喊救命的怎么是张红成？坏了，这局反过来了。我今晚本是来看电影的，二话不说就把我往小树林里拖，他还反咬我一个女同志耍流氓。男的告女的耍流氓，打倒坏分子，不许欺负女同志。刘海军，你捏着嗓子喊啥呢？哎，还真是刘海军，你这嗓子咋捏成这样了？你跟张红成不是好朋友吗？闹成对头了吗？外头的都给我安静，这儿是查事儿的地方，当面检举你欺负女同志，你有啥要交代的？我还是那句话，我一个人在树林里抬头看月亮，从我背后把我抱住了，我心里一急，才喊的抓流氓。社家早就盯上了那流程名额。我一个正经女同志，她不安好心，她才是流氓。不是你从背后主动抱的我，我连碰都不愿意碰你一下。那你低头瞅瞅，你这身小碎花衬衫的颜色。劳烦这位女同志，您给瞧瞧，2条胳膊内侧领子底下、胸口跟后背都蹭上了一片蓝，是打哪儿冒出来的？第一步成了。亲家母，您消消气儿，美华她那也是一时口不择言。口不择言，佘朝贵，你说的倒轻巧。你们家佘美华诬我儿子耍流氓，我儿子往后是个什么下场？你们倒是说啊，都得跟着抬不起头来。你们做得出来，还有脸上我的门？完了完了，诬陷烈士子女，今儿就是把这脸踩在泥里。要怪也怪那个出馊主意的，
我偏就恨眼前这对母女，往后非叫张家人吃不了兜着走。求情，我们家可不欢迎你们。街坊四邻可都瞧着呢，让你们家于美华就等着坐牢吧。丢人，浑身臊得死人了。今儿这脸，不要也得不要了。亲家母啊，求求你！你这是做什么？快起来！谁跟你家是亲家？这声亲家母，我们家担不起。二位长辈快起来，抄上100份给我，就当是验证验证他认错的态度。我哥的脑子被煤气熏坏了吧？旁人代笔的，我一跪不认。就2天啊，过时不候。抄，我们这就回去抄。谢谢红尘，你是个心善的好孩子。到底是个心软心瞎的。心软心瞎，这帽子我笑纳了。普天之下就一个人，刘海军。我要的是你们俩的笔记，明晃晃的夹着好几种笔记。替他熬夜赶工的不是别人，这2个，佘美华的字，刘班海的字，齐了。照着这2个人的笔记，下一个坑就该你们俩自个儿。来了，义子又给义父我捎活来了。这活可算是问对人了，你可真是义父的贴心小棉袄。论这少写描字，义父我在行，办最顶格的 VYP。为了我那远在1972的义子，娟秀里头透着股小性子，这俩凑一块写封信，绝配。成了，描得跟真的一模一样。那俩货这回是插翅也难飞。胡胖子这回是真下了本钱，凑得分毫不差。明面上是俩人情意绵绵，商量的可是要偷偷。这封信我先收着，不急。别再跟佘美华纠缠，她一大早又偷塞纸条来约我。7天后我就得去秦北那鬼地方，你今儿就陪我去把证扯了。这事儿急不得，我爹娘那关。别动！有人举报这儿有小偷，居然商量着越境投机，带走，一个都跑不了。你听说没？刘传兵因多项违规违法的罪名被判处了20年。佘美华数罪并罚，整整30年。刘传兵他爹也被撸到锅炉房，还得定期写检讨。蜡烛厂直接给开除了。判决落地这天，我特意没往现场凑，我怕我一瞅见佘美华的那张脸恶心。佘刘2家这一夜翻篇了。家里只一个名额，留给了哥，好好擦擦，怕成唯一念想。往后到了乡下，这个就是念想。不能让玉敏去闯那条鬼门关。果然跟外头传的一个样，还在读高2的张玉润提前毕业了。这几天知青办的人怕是要上门了，铁定得走一个去下乡。继母在家里这事儿提都不提，我不管莫里是谁下乡，最后重任都在我身上。义父这是越来越上道了，临期票据这玩意儿收藏价低。义父您放心，胖儿子满世界扒拉去，宁可多花俩钱走信誉排行。搁义父那头假票是要命的大事儿。临期票7张，粮油票10多张，胖子又随手塞了张大团结，眼下已经攒了200多块。搁1972普通人家想都不敢想，这钱这票全是天上掉下来的，得给这满兜钱票先造个来历。你站那儿杵着干啥？要么搭把手，要么一边凉回去。你把这些课本匾子都捆起来，不卖留着过年啊！往后下乡时多少有点零花。我跟这个哥之间总得走一个。旧书旧报，1分钱1斤，一共这些，给你2毛1分。跑了1里多地，到手才2毛1，你又干啥？咱是来卖书的。花2分1斤淘回去，不亏。收书1分1斤，卖你2分1斤。每本最多看2页。懂规矩，懂规矩。夹钱夹票的传闻传了多少年？这传闻8成就是废品站。我满兜那些见不得光的钱票，专挑压了1年以上的，落满灰的，繁体字的书，一本都不敢碰。靠这个发财，做梦！这2本故事书我早想看了。还说我异想偏开，自个儿不也挑上？这位小伙子的7、8斤，1毛6。你淘这么多旧书干啥？这些破书，哥还有大用处。一身的灰，我去水房洗洗。赶紧把账做平了。钱，书里头掉钱了！傻呀，你叫什么叫？夹着12块4毛和13斤粮票，光大团结就16张。今天运气这么好，当然下馆子。去，不吃白不吃。
红烧肉来一份，烧茄子一份。一份红烧肉要3毛2，吃不完就带回去。小同事倒是会过日子，绝大部分都得上交给妈。我一直当他是胃口小，那个再添2两。他一个人就吃掉了半斤。这扣肉带回去给妈尝尝。哪能一次吃这么多？下顿馆子跟饿了3年似的，喝完再下地慢走半个钟头。妈，我没事儿，就是有点顶，那肉炖得太染乎了，我一不留神就多扒的了2碗。妈，今儿这意外之财，我和鱼一分没动，全交给您。家里头的事儿还是您拿主意稳当。我的天爷！这么多钱，这么多票，一趟废品站真就掏出这么大一笔？行，妈替你们收着。出了这个门，半个字都不许往外漏。咱家这底子经不起一点风吹草动。你们俩看，这几张可愁人了。唉，这是30尺的布票，3斤半的邮票，还有1张鞋票，全是到这月底就要作废的。我断不能眼睁睁看他过了期，一下子拿这么多布回来，太打眼了。人民商店人少的时候去买。我发愁的是这手里最多的布票。妈，那您休息日去买不就行了？30尺，一趟扯回来，省得来回跑。你说的轻巧，眼珠子都得粘我身上。一个工人家属哪来这么多布票？妈，这有什么好发愁的？说破了一文不值。先把嘴里那口咽下去再说话。先买50尺的布，分上几天，一回买个5尺6尺的。北边红星大楼卖的布，咱家这个月扯了30尺布。能把这钱票花得不动声色，还是红城脑子转得快，怎么就没想到分开买这一层？他脑子快，妈您可别夸他了。我有个更好使的招数治你。你能有啥招数治我？给你买双新的解放白，免得外人说咱家重男轻女。这家伙学会用糖衣怕蛋了。糖衣嘛，我吃了。刀子嘴豆腐心，跟书里一样。哥，你快起来，去晚了新鞋都让人挑走了。你这身子骨比嘴诚实。才5点半，太阳影没冒头。买东西还得是女人才有发言权。上百号人排成一条长龙，头天傍晚就来，打地铺睡门口，票比钱金贵，人人拼命赶早。哥，你看谁都不插队。里头的快着点啊！反倒成了他加快手脚的法子。没事协议说，有合适码就拿走，买回去不合脚也退不了，自个儿找人换。4块5一双，外搭1张票，缝缝补补又3年，不光是衣裳。嘿，正合脚。哥，我寻同学显摆去了，商务部回来吃啦。瞧这一窜，糖衣是吃了，炮弹扔哪儿去了？趁这功夫，我得跟他通个气儿。我得谈谈我妹的事儿。胡兄，那本书你又啃了多少？我那亲妹妹张玉敏，凶不凶险？你给句准话。来了，这胖子手脚倒快啊！张玉敏，你这亲妹妹是个顶要紧的配角。女主楚苗红重生回来，接二连三遇着好几回死劫，靠你妹妹张玉敏一身侠气出手，她搭上了自个儿的命，最后一回，付出了生命的代价。离那女主远远的，避开不就成了？老张啊，没那么简单，就有人是冲着害他去的。要不是女主刚好在镇上买东西，这是有人要他的命，挪到八竿子打不着的地界。改地点也没用，那凶手是冲着人去的，怕是只有噩耗往家里传。要真叫他一个人去，但胖子查得明明白白。玉敏拿自己这条命救了别人，给他地点完全没用，就有人是专门冲着害他去的，只能我去顶替。我去那朔北荒原吃不了多少苦，翻来覆去就一条道，我替他去，把进场流程让给妹妹。跟您打听个事儿，机械厂的张玉敏，管名单的李科长在楼上，等几分钟再上去。李科长今天脾气不太好。2楼那位正在火头上，我这事儿见不得光，念旧情的老人。跟您求个事儿，我见得多了，换成我的名字张洪成。没有这个规矩，抢着替妹妹下乡，我担待不起。
这死结的原委半个字也不能吐。我爹叫张前义，当年支援抢险，因公殉职。机械厂烈属是有这么个人，这是你爹？撇下我妈我妹我自愿替他响应少超。都得跟着动。我爹当年有个老搭档，我这就去寻他，请他帮着把程序按一按。他我熟，记号我先给你留着。你这是替自家妹妹担苦，不连累别家。你是老张家那小子洪城，长这么高了。今儿我得用一回。你要替你妹妹去关外下乡，我怕她扛不住。随你爹，这忙我帮。胡胖子，又得麻烦你一桩硬活，去朔北荒原的站票，照着图给我仿一张回来。折腾死您这孝顺儿子！好你个胡胖子，这手艺真是没得说。2楼天天有人吵，底下这帮人早听出茧子。同志您好，我妹妹是7月16去东北的知青，管这批知青的领导在哪窝？你先别急着上去，他今儿脾气不太顺，缓几分钟再说。多谢同志提点。那我等等。那不是杜刚他们，是上头哪间屋受了气？欺人太甚！本来半个月前就通知好了，临时把他俩改调关外。半个月前就定了去南边，怎么说改就改？离纵深就剩5、6天，备的全是薄衫子、薄被褥，棉衣棉袋一样没有。谁乐意大冬天往关外？这分明就是冲着我们来的！我不服，我要去告他！时间这么紧，钱也来不及凑，这是诚心不给人活路。杜刚，你别急，是不是有人在背后下绊子？还跟你那场热闹沾点边儿。会场上撞见东区中学一帮人，领头叫李长征。我哪知道这种小肚鸡肠？跟卢燕香看过没看上，李长征可就记在心里头。这李长征的亲叔叔，原来是这么个公报私仇。这是厂知青办故意推诿，这道坎儿得换个法子过。我们气不过才跑来碰一鼻子灰。你们几个啊，太实诚了，自己跑县知青办吵架吵得赢吗？那是厂里那帮人在故意推诿。那照你说，这事儿就没法子治了？法子有，还是个又损又灵的法子，让自己爹妈出面去厂里头闹。棉衣得要吧，棉被、棉鞋、手套都要，反正就俩字儿，要钱。洪城，那要是他们真给呢？这口子他们万万不敢开。那个姓李的满嘴都是大道理。让李科长亲友子弟带头先克服，让厂里的工会出面跟他讲。李科长，你诚心拿我闺女撒气，从南边硬调去那冰天雪地的全省，论笔头子上的功夫。科长，您给把关，大张旗鼓宣传朔北荒原变朔北粮堂，专讲咱知青。写的敞亮，立意也正，各个宣传栏都给贴上，调子稳。保管贴的齐整，叫全场都瞧见。贴吧贴得越满越好，就该烧到那姓李的脚底下。朔北荒原变朔北粮仓，咋一转脸就改去全省那冰窟窿？我家小子也是临了硬塞去关外，这哪是宣传，是冲咱工人子弟来的，都是抓交抽签，专挑咱工人的娃往冰天雪地里塞。那姓李的是个啥东西？指着咱们机械厂的子弟好欺负。走，跟厂领导说理去。有话好好说，您这么多人堵着门，消啥气儿？咱就要个说法。你瞅瞅这个，贴的满厂都是，咱厂的娃就活该被那姓李的抡了30年大锤。该去关外，上哪儿给孙女凑棉花？咱机械厂的娃，啥时轮到外人拿捏？老周，这事儿压不住，可就栽到家了。这传出去，全县人不得把咱笑话死？这是踩着咱全厂工人的脸面下脚，还能服我老周管事？小钱，这事儿厂里管定了，管到底。缺的棉衣棉被，记清单递上来，诚心单挑咱工人子弟的科长。你那几个同学没掺和吧？去找厂里说理，那是正路子。这事儿打从根儿上就古怪。这丫头嘴硬，眼睛倒毒。她抖错了对象，捅了马蜂窝。
安生过完这最后些日子要紧。蹦跶不了几天，明儿你瞧好了，借一张宣传稿就够他喝一壶。滥权的，今儿先清一个，这才哪儿到哪儿。是我们底下办的不妥当，没跟县工会商量。把李科长给我叫来。就是几个家长不懂事，调令下来了，去吧。洪城啊，跟你说桩好事儿，妇产科有个老姐妹，想给你俩牵个线。来了来啊，搁哪儿都是块香饽饽。那姑娘叫于秋丽，跟你一样念过高中，性子是傲了点儿，给报社投过好几回稿子，差一点点就评上了。哥，妈跟你说，这都第4个了啊，前头仨小伙没瞧上眼。你妹妹瞎说，咱们洪城一准成，连夜给你赶了几件白短袖，穿得清清爽爽的，体面。阿姨这是真上心，肯把我当回事了。哟呵，义父这是要脱单啦！继母给我相看个姑娘，嘿嘿，上网查查户口，让义父我会会你。啊，咋真能搜着呢？1972年6月底，这不是小说桥段，是真真切切的过去，这几天就要出事儿，叫他千万别大意。搜出来个真案子，3天后人在水塘里，真名、真照片、真档案，就要无声无息没了命。这话我没法明说。头一个被怀疑的就是我，换了旁人去，谁知道？这趟相看去，不为别的，为这条命。就在这几天，给生生拽回来。连夜给你赶的。今晚去见人，穿精神点儿。人家姑娘叫于秋丽，医院老同事说的没。您费这心干啥？眼下哪顾得上相看？正是该顾的时候。这姑娘当年最出挑，就是性子傲了些，盼着你早点成个家。打死我也不想趟这浑水。只怪这姑娘的照片寄给胡胖子，回家路上就没了。3天后从水塘里捞出来，要连下2天2夜大雨，人家不当我是迷信才怪。没法揣着明白装糊涂。今儿可得拿出真心来。我心里有数。我跟你提的张洪成同志。于秋丽同志你好。你比照片上精神些，那股阴柔劲儿哪儿去了？句句都搭在点上。你觉得我这人怎么样？很不错，但不适合。我不适合你？你不适合跟任何人相看。为什么？因为你其实是在玩。你是怎么看出来的？因为我也是在玩。我早看穿了。小心回头飞进只蚊子。天还是阴的没月亮。可以做做普通朋友。我没兴趣。今晚是不会下雨了。今晚还轮不到，搁这儿白唱了一出，白来一趟。也许真就是本死书。今晚没事最好。这雨说来就来，跟胡胖子寄来那张纸上写的一样，连着下了2天2夜的大雨。这一场雨就是铁证。那也是一条活生生的人命。半块红砖就是最顺手的家伙，多带一手，总没坏处。你这是怎么淋成这样？你怎么自个儿先跑回来了？半道上撞上大雨，我躲都没处躲。那姑娘她家里来人接了。你这又要上哪儿去？赶紧换身干衣裳，雨停再说。我有桩要紧事落在外头了，您先睡，门给我虚掩着就成。雷雨天，少往水边上凑。阿姨这话可真是说到点子上了。
在那处水塘里被发现的。平日里人烟稀少，人迹罕至，幸亏白天我留了个心眼儿，我一时半会儿还真摸不着。但愿那个想害他的人于秋林，你可千万得给我撑住！头好疼，怎么有人拽着我的脚，凉得跟掉进冰窟窿一样？我的衣裳全没了，到底是谁要害我？怎么会是你，小静？我和牛泽为好，你明明知道我喜欢他，他如今却不要我了。顶替来相看的是牛泽伟，我替你出气把他耍了，他却不要你了。我都2个月没来月事了，于秋林，你必须死！那口老汤人迹罕至，前世这姑娘的尸首就属半块红砖，我非把它改了不可。是于秋丽脚上那双，竟是个女的。干什么呢？站住！沉下去了。人在哪儿？抓住了！张红成，谢谢你，我这条命就交代在这水塘里了。要不是你，我这条命就没了。你怎么偏偏摸到这儿？好家伙，捞人捞出条鱼来，要命的时候也能给你整点乐子。哥，坏了坏了，这姑娘的眼神可能是要想多。我可是奔着救人命来的，你可别多想，扎下去为救她。这么肥一条草鱼，眼瞅着要沉底。他是为了救一条鱼？你这话你自个儿信吗？信不信由你，这鱼我救定了。雨大，赶紧跟我回县里。这人脑子是叫雨浇糊涂了吧？大半夜的，你缩着屋檐底下，你这一身泥，鞋都没了一只。没事，我等车，赶早班车走。护农队的小伙子，过来搭把手。把包袱搁下，跟我们去说道。养殖场那头出了人命案子。我不是故意的。你瞅他这反应，8成就是他。我的孩子不能没有爹。行了，别说了，跟我们走一趟。小张同志，大恩人呐！我这还有200块，你一并拿着。叔，使不得，这钱我不能要，钱塞给我，这事儿可就变味儿了。好孩子，真是个好孩子，东西我们领了，这份心意。救命的好事不能成买卖。张洪成同志，好事儿，大好事儿，里头是50块钱，20斤粮票。谢谢组织，这个我不推辞了。明着给的张善赏，落袋为安。蔡小晶他到底叫人呆住了，救鱼亏他编得出来。700多条命，这钟我得提前敲响。行了行了，路上都给我注意点安全。报告主任，我们是不忘初心，自行组织外出拉练。行吧行吧，再教育。快去吧，别耽误功夫了。如今是什么人都能扯上拉练，想下乡转一圈散散心，我也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。老张，你拉我们跑来图个啥？你这一路闷头不吭声，跟谁置气呢？图个清静呗，把咱桃仙县这山这水再瞧上一眼，我心里头哪有半个清静？胡宇出了重金把这泥石流查清了，是来踩点的，是来等的，等着那一牙土什么时候塌下来。早前我总觉着没意思，眼瞅着马上就要走了，舍不得了。你挎包里带的零碎呢？馋死人！嘿嘿，我来，瞧瞧藏了多少好货。梅花糕、清凉糕、绿豆糕，还有小麻花跟瓜子儿，得花多少钱啊？不会把你妹妹路费搭过来了吧？吃都吃，临了请你们这回，亏不着我妹妹，路费有数。满了，装得太满了。东边那道大坝土石垒的，薄得很，源头就在这儿了。山坡上的土全给泡松泡软了，忙着双峰，谁也没顾上泄洪。东边那道土石坝挡不住，冲开口子，尹家大嘴，马桥大嘴，留给我们几个报讯的功夫，剩多少？你又一个人愣这干啥呢？你看西边那座山崖，我方才眼一花，好像它动了一下。那么大一座山崖，它能动？你们快看那边，那座山崖！它真动了，这么大一座崖，说塌就塌。浪跟一堵墙似的，往东头那道坝去了。把
这水库灌得满满当当，拿啥扛着1墙的浪？水退了，水退下去了。爸，是不是挡住了？挡住了，挡住了！我这洗得快蹦嗓子眼了。别高兴太早，下一浪只会更猛。又起来了，又起来了！垮了，爸垮了，说断就断了10几米。怎么办？下头是不是有村子啊？东边是尹家和马桥大队，早叫2个大队砍得精光了。最可能成的不是大水，是泥石流。泥石流，连人带房子全得卷走啊！照着资料上记的速度，冲到2个大队，正好是晌午，全回家吃饭歇网了。我去赌一把，把信儿送进村。张红成，你少逞能，就你一个，你来不及的。另外那个马桥大队，我去。老张，少废话，算我们一份。跑就完了，腿在我自个儿身上。果然是这年月的年轻人，从里到外都是鲜红的颜色。行，那就拿命赌一把，赶在泥头前把信送进村。听好了，就这一回，别乱。我卢燕、赵刚刚去尹家大队，你们俩带着陈蓓蕾去马桥大队。还有一条，记死了，谁也别停下来管。头一件事是把信送进村儿。晓得了，掉队的不等。马桥大队那头包在我们3个身上，我崴脚也能报。蓓蕊，你们仨当心点儿。方大叔，晚一步就少救1村人。废话少说，就是我们6抢命的本钱。没伤着骨头，能跑，快，再快！你们先走，别等我。杜刚，我跑不动了，你打头，我们俩在后头拽你。到了，马桥大队到了。尹家大队到了，正是泥石流最爱挑的时候。这条路我和胖子推了800遍，我赌的就是这口气。泥石流来了，就在山那头盖过来了。看不见，可听得见，离村口顶多剩这1道坡。红成，来不及了，村里头还睡着觉呢。你俩在坡上接着喊，拼了！浑身上下没一处不疼，还好骨头没断。山洪来了，快叫大家上山！哪来的后山？你莫不是中了暑？堤坝冲垮了，命要紧，往山上跑！后山响了，往后山高坡跑，快！老的小的先走，往山上走！我不行了，蓓蕾，你别管我俩，别我俩，剩下这段靠你了。我一个人去就成。跑起来，往后这辈子活得烈一点。妹娃，你咋了？快，先喝口水缓缓。一个字都说不出，得让他信我。山洪，山高，快跑！都上山！山洪来了！上山！跑没了，这人都在，把我们1村子的命刨出来。 700多条命，改了。同志们，静一静！咱们机械厂开的职啊，是咱们工人子弟的好样的。黄牛山那场山洪，眼瞅着就要扑下2个村子，敲钟的敲钟，报讯的报讯，700多条人命抢了回来。这花戴的比脸还大，不过这名声立得正，这一台锦旗比护身符管用。光在这屋里头表扬，弄2台大卡车满县城游几遍，都瞅瞅啥叫咱们。这孩子胳膊还吊着呢，6个孩子就他一个挂了丧。那一年他爸前翼，他二话不说带抢险队冲了上去，人是从泥石底下
他自己却再没能，也学着他大的样儿，到底还是骄傲的。我哥今儿站台上戴大红花，爸爸是英魔，哥哥是英雄。奖金100块，粮票50斤，布票10尺，受之无愧。100块，50斤全国票。先别忙着回去庆功，你们这回救下700多条人命，给你们留着个天大的造化。表彰刚发完，怎么还有后手？这张纸怕是比大红花重。特批给陶安县5个农垦总厂指标，是拿工资的那种正式职工。农垦总厂拿工资的职工，这种指标多少人挤破头都摸不着。这2年农场卡得死死的，光审查一关就刷下去一大片。难怪他们眼睛都直了。指标是5个，人是6个，县邮局拿出1个邮递员名额，得你们自个儿商量。谁先开口谁难做。杜刚这小子比谁都紧张，对他是雪中送炭。都别大眼瞪小眼了，各凭各的运气，谁也别怨谁。抓阄好，抓阄公道。成，那就抓来阄。摸着空的跟我去报到。嚯，还真叫我摸着了，所以连看都不敢看。摸来摸去又是个空的，剩你手里那个可不就是刘字儿？我刘成了。你小子运气真好，今晚汽水你请。你们先走，你们先走。我还有桩正经事，得单独求卢主任。你不是跟他们一道走了吗？卢主任，我想求您一件事，这名额我是真不打算要了。多少人挤破头想留城，你倒往外推。农垦市那个指标，我也不留，落到我妹妹张玉琴头上。与其叫她落户自然村，靠天刨食。这事我给你办。是我爸的，阿姨，这是我爸的外套。今儿天好，我拿出来晒一晒，请他妈妈帮着改小一改。我去吧，这衣裳我送。这是给你建国妈的工钱。哎，知道了，阿姨。我只让她把领子袖口翻新，该轮到给我自个儿挣条活路了。关外10月就下雪，没有10斤以上厚被子，咱家攒的棉花票不敢动。这年月棉花票金贵，自家攒的谁敢往外借？到了关外，非冻成云罐。临江社区那条巷子，大剧院旁边，你们懂的。我可不去那地方，知青名额说没就没了。你们去，我在家望风。贝雷、卢燕，你俩别去，女同志往那儿站太扎眼。这趟活我陪勇子去。有红尘跟我搭伙就踏实，你俩就在家等信儿。黑市这一关是老虎口，这儿规矩不许吆喝，凑过去低声嘀咕一句就走。咱俩分头转，碰头巷口，要的是棉花票。3句话2把口罩，这是来认人的。除了巷口，还有别的道吗？后头就是巷尾出口。万一两头让人堵死，出啥事儿了？那个老扒拉口罩擦汗的，这巷子两头怕是被围了。那快撤，去翻那矮墙。矮墙那头去不得，专挑你觉得好跑的道堵。那咋整？就那么几个口。就这儿，没人手，我带人梯把你顶上去。别往下跳，腿得折。顺墙边那根电线杆滑下去。白跑这一趟，没换着半斤。16张5两的，分头转的那会儿换的。我爸留的大衣被子不用买。又是这么一幕。陶林这站台上的眼泪，马上就该轮到我了。怎么样，咱这一嗓子不输给隔壁窗口吧？你也来一个嘛！就咱仨在这干唱，我打死也不唱。我这破嗓子得把人吓回家。瞧把你能耐的，这都要走了还藏着掖着。这3个丫头全靠你护着，眼睛都给我放亮堂点。你们俩就把心搁肚子里，在这一节车厢杵着，少一根头发，你拿我是问。你们看看人家别的窗口，
又是唱又是跳，就咱冷清。你们俩谁来一个？总得有点诚意。别，可别叫我，还是红尘来，他点子多。一别也许就是一辈子。听我说一句，祝4位老伙计一路顺风，再创辉煌。我给大伙儿清唱一首。送一程又一程，这年月的离别比那样都重，就该轮到我自己飞去。你们俩自个儿保重啊！全省总场再碰头。甘美到了来信，我一定会回来的。把人心里头最软那块戳着了，人呢？怎么找不着了？怕是要记好久好久。4点多就爬起来赶这趟早场，个案板上卖的就这么点儿，不抢头几个，连汤都喝不上。师傅，我这2两肉票没错吧？肥肉最多给你1两，你得添1分钱，要不要？要多少？4斤，给多少肥肉都成，您看着切。这位小同志一个人买4斤，那后头我们还买啥呀？师傅，您给留着点，留着点啊！肥肉真没多少喽，成。您随手，我不挑。这师傅会看人，给的实在值。小程，你哪来的肉票？咱家这月的肉票早搭过去了。我昨儿去了他那边换的。那地方是你能去的，叫人待着可不是闹着玩的小事儿。哎，妈，您小点声，我知道了。今儿想给您和玉敏做顿好的吗？这孩子胆子也跟着野了，我这心怎么揪得越来越紧？妈，您这红烧肉，我隔着2间屋就闻着了。你打小就好这一口，锅里管够，敞开了吃。哎，我这肚子撑得溜圆，下回再吃上妈做的红烧肉，还不知道得等到啥时候了。我说你这饭量，一顿照2大碗，把咱们国营农场都给吃垮喽！去你的，就你拼！这人怎么就这么没心没肺？妈，您忙活一上午了，歇着。今儿我来洗。我等这一声妈等了10年呢。太阳打西边出来了，谁稀罕你洗？别把妈那几个好碗给磕了。这声妈，我喊得心甘情愿。这一桌的肉香，这一屋子的暖，我得记一辈子。妈，今晚我不在家睡了，杜刚那小子明天要上班，约我过去玩一宿。去吧去吧，年轻人凑一块热闹热闹，都给我拿回来。你妹妹后天一早的火车，路上冷，娘连夜还得给她缝2针。明儿你早点回，多跟妹妹谈谈心。哼，我跟她有啥好谈的？一天到晚没个正形，谈一句能噎死个人。嘴硬，这丫头心里头比谁都软，压根儿不是她。谈不谈的，哥都依你。你那火客票用工表可都收好，用得着你操心，我自个儿清楚。隔壁屋传来均匀的呼声，这点随身的不打眼。今儿夜里凌晨2点的，原身的仇我替他报了，原身欠这位裴妈妈的恩，拿啥还？只有拿我自己去那北荒替她还了。赖在这家里这厂里，迟早露馅儿。能让我重新开始，那才是最适合我的去处。我顶着他的脸。红成，到你家楼底下了，我给你停一下。把我当亲人疼的人，却孤零零一个人。啥叫母爱金贵？那件连夜缝的棉衣。裴妈妈，我对不住您，我不是您那个亲生的小程，这份恩我只能拿一辈子替他担了。裴妈妈，您继子欠您的，我这辈子一力承担了。红成这会儿跪在他妈楼底下磕头，这趟北荒他是真替妹妹去了。走吧，老杜，再不走赶不上2点的车了。上来，我办事你放心，直送你到站台，一步不差。别了，这半个月的假。到你家楼下了，你再上去瞧一眼。往后想再回来，可没那么容易了。方才在楼下，我已经磕过3个头了。我得用自个儿茶下乡去还。不上去了，再上去我这腿就软了。
走吧，赶车要紧。你那行李真早就寄出去了，别到了那头光剩个人。寄了寄了，你都问800遍了，还能把自个儿弄丢喽？对了，邮递员同志，那件大衣、那顶狗皮帽子，还有我妹张玉敏那张用工表格，明儿晌午一准给我送回我家去。你放100个心，少一样你回头剁我手。这憨货办事是真牢靠。北上的车快到了啊，就停2分钟，上车的麻溜点儿。搁这小站不多耽搁。就停2分钟，关门了啊！就我一个人走，身上轻得很。陶玲这半个月搁下了。红城，不是刘字，空白的，原来早就看出来了。我杜刚记一辈子，给我好好的，往前奔，往后多保重啊！能从站台这头嚎，我这眼眶子怎么就酸了？男儿膝下有黄金，陶玲，再见了。小杜，红城前存我那儿的东西，今儿一早准时给您送回来，一样都不能落。小杜，这是，还有帽子，他昨晚不是上你家睡去了？玉妹后天才走，这表怎么这会儿就托人送回？小程他昨晚到底干啥去了？这孩子把名额改了，把玉芬的名字从下乡表上划了。自个儿凌晨2点的火车，他怕我拦，怕玉敏哭，连一声招呼都不敢打。我等这一声足足等了10年，跟这个家道别的。妈，您一大早哭啥呀？这不是我哥那件大衣吗？还在杜刚家赖着没回。这是我那张下乡用工表，下乡知青那个栏名字改了，这写的是张红成，他是要替我去关外。妈，他什么时候走的？他自个儿几点的火车？凌晨2点的火车。他是怕咱娘儿俩拦他，他把刘成的名额定死给你了。他从头到尾都在骗我。昨儿还笑嘻嘻给我加红烧肉，来晚了，火车早就没影了。他真走了，往北，我连最后一面都没能送上。张红成，你这个混蛋，谁让你替我去的？你回来呀！你倒是回来呀！好家伙，这年头的火车比赶大集还热闹。我这张票连个座位号都没有，纯属站着的命。往哪儿挤呢？没地儿了，没地儿了。借过，借过。连接处那头还能塞个人，挤得跟咸菜缸子似的。都是去北方的知青，比那挤成一团的过道强多了。那个黑边老信封，丢了我就成睁眼瞎了。我可不敢睡得太死。6个馒头。其他行李全寄给胡胖子代管了。天快亮了，陶玲的影子越推越远，用我自个儿去关外。玉敏那场死劫我替他挡下了，也就这么多了。朔北荒原，我来了。就10张大团结，10张粮票。小伙子，瞅着面生啊，自家带的辣椒酱。嗨，瞎转悠，走个亲戚。这辣椒酱我家自个儿腌的，连件像样行李都没拎。不好意思跟他说是知青的，票上写的是陶陵到岭东，列车员指认出发地和目的地，靠着这张知青票往哪趟车都成。京城站人流如海，全国上下穿的都差不多，出趟远门都得揣介绍信，什么都拿不出来的，二话不说带走。放的介绍信压根进不了京城，准得把我也杠到墙根底下站着。还得是我那胡胖子。同志，您给瞧瞧，您快着点儿。行了行了，急什么？走吧走吧。这一嘴京腔没白练，1972年的京城，半点都对不上。来京就干3件事：逛城、逃票、置办家报。这集邮公司说关就关了，猫在胡同里头偷着换票，不许沾钱，不许沾票。一进来就这眼神儿。买卖票这事儿要让人逮着，躲我跟躲瘟神似的。
51年五色套票，你手里压着好东西啊！齐整整一套五色，你这是想换哪一种？我们给你长长眼。可算派上用场了，全是舍得撒手的次货，真正的好票一张没漏。诸位大哥，我也不绕弯子，有没有大红色主题的票？帮胡胖子捎带问的，惦记的是另一张。一听你这话，就是头回来我们这儿。你想要哪套，直接报名，不然我送你一张废票，也是你说的。你可不敢收呀！那张绝对是。莫非是4年前的那一张？可不就那张，我手可没有。可不就那张，谁拿着谁倒霉。守株待兔，我赌他坐不住。这位同志，留步。没有，你认错人了。钱不顶用，那我拿这个换。粮票可就两说了，全国通用的粮票比钱金贵。你不知道我是谁，我明天的火车就离开京城了。这票卖给我，根本不是事儿。你在这儿等着，我去就来。紧赶慢赶，可算回来了。功夫不负有心人，终于找到了这套完整的邮票。就看胡胖子怎么感谢我了。后市最低的成交价也得300万往上。我那爹又给我寄家书来了。你要不要买，请快点决定，后头的顾客还等着呢。变着法撵我走呢。这块125的我要了。手表票呢？单位，登记一下。没单位，这表可买不成。这归他现编的吧？你这是不是在欺负人？买块手表还得登记单位，是不是在欺负人？我3天前才在你这儿买的表，你怎么没问我的单位？那块表是不是也得收回去？真是狗拿耗子！注意点影响。咱这商场的意见箱搁哪儿呢？你今天怎么又多管闲事？你也来买鞋啊？您站我前头，您站我前头。你怎么能帮人插队呢？这是我熟人，你管得着吗？陪你们玩玩这个熟人。小齐，你们怎么才来？熟人早就托过我。赵大娘，您怎么才来呀？劳驾二位，让让熟人。满世界都是熟人，今儿我这人面是真好。哼！你给我等着！鬼主意可真多。春阳村快2个月了，打小在胡城，我没碰过农活，到了这儿没让我歇过一口气。每回想起，我都想掉眼泪。这一笼我没落下进度。苗红妹子，瞧你这手都割破了，咱俩都在一个屋檐下，又是从南边一块来的，我帮你搭把手。他打的什么主意？我清清楚楚。他哪是真心，不过是想占便宜。我惹不起，只能忍着气避着。我说老孔，都好些天了，怎么没进展？新来的那几个小子也盯上了，你手再慢点，哭都没地儿哭。一个那样的，给脸不要脸，还在我跟前端着。你先替我把那几个小子盯紧，到时候少不了你的好处。都在一个屋檐底下睡，谁也不比谁金贵，凭啥你孔治理咖的？那点见不得人的相好，愣着看我干什么？踢散了你不会捡，哑巴啦！段心曼，她是这知青署数1数2的俊姑娘，替她干活的小伙子排着队，打我一来，肯白当苦力的一个不剩。你别跟她一般见识。你越是搭理他，他越来劲儿。来，姐帮你，一会儿就拢起来。向红姐是护城来的，也就她肯对我说句软和话。向红姐，你那腰好些没？我悄悄再去寻点草药来揉。行，那感情好。不过你可悄悄的，别叫人瞧见，要不然又该有人寻你的不是。钟汉生和我一样是护城来的，这份家事我惦记多少回了。这种人在春阳村待不长，跟他好上。往后就跟着回护城，到了我手里，由不得他。村里别的知青都放了2天假，可我却被派来开荒。给我派的是壮劳力才扛得动的，
今儿就给我记2个工分，跟村里捡麦链的娃娃一个水平。那个跟我一道来的，躲进林子里凉快去了，就剩我一个，还在这日头底下死撑。这道口子是前晚段新曼，他那指甲跟刀子似的，胳膊上这刀也是他偷偷下的手。开会时他坐我边上偷偷使坏。怎么回事？坚持不住了。这是哪儿？我不是农耕麦田，我重生了，和前世一模一样。我晕在这条沟边，段新曼还有郑向红，上辈子我把他当成好朋友，他转头就把我卖了，要了我的命。是他笑着把真相抖给我听，他是想躲在后头，派我一个人来挖这条沟。这笔账，我这辈子慢慢和你们算。我眉心这地方怎么凭空多了个痣？芝麻大点红的跟朱砂似的。这是一间6米见方的屋子，6米长、6米宽、6米高，是我上辈子那间私人手术室。竟然连他也一块带回来了。这东西虽是注射用的，但现在也管不了那么多了，先缓解眼下的症状。这条沟我再不挖了，得让村里这些人来干，害过我的人一个都不会放过。方春苗为了占半个铺，跟段新梦吵了一架，被他坑得连骨头渣都不剩。这么早就起了？我帮你担水去。你少跟我这儿纠缠，想想怎么帮帮别的老乡，别叫人3言2语就给哄住了。今儿火气不小，我帮还不成吗？就是你这张嘴，把话递到那个心思最重的人。你说怪不怪？让我帮帮别的老乡，可不就段新曼那个直性子？我惦记他不是1天2天了，我这做老乡的可不能不管。叫我出来干啥？心里不落忍，劝你让半个铺位出来。可不全是护上的，让得跟个大冤种似的。好一个郑向红，我是头1号大傻子。一点就着，膈应的半宿睡不着。我多照应你2眼。你老盯着我干什么？往后钟汉生总会管吧？马上就要成为副小队，这把火烧不到我头上。要在周强兵底下再选个副组长，这副组长1个月能多拿2块5，怕就是替钟汉生拉票。这事儿要是捅出去，背地里净使这些心眼子。每天都是起得最早的。段新曼刚来那会儿，偷吃地里没成熟的粮食，糟践了不少。队里一直没找到是谁干的，当时只有郑向红瞧见了。等你吃够了郑向红的暗亏，大队部就把段新曼叫了过去，罚了他60斤粮。全村就你一个人知道，一封信就把我罚了60斤粮。我替你瞒了1年多，你一下罚我3个月的狗粮。你光赚小曼，不赚郑向红。郑向红偷偷替钟汉生拉票，咋光往郑向红那边偏？我拉架还拉出错来了，还不是替钟玉生偷偷拉票？你到底拉没拉？我是真在偷偷帮钟汉生拉票。大伙儿都听见金玉说的了吧？1个月能多拿2块5呢。感情你早暗枪操作上了，这副小队长要这么选出来，就叫你们自个儿斗成一锅粥。对岸春阳村这是唱的哪一出啊？等你们把热闹瞧完了再干。对得上女主楚苗红重生后书里那个动人的女主。看，再看，都把腰弯下去，看河对岸的玉米也长不到。罢了，让大伙儿先把这出戏看完吧。 3个老爷们儿互相揪着干，2娘们儿互相薅头发，就差给咱搬俩小板凳。今儿这一出对的就是女主反击，肯定不在那队里头。都给我住手！住手！一个个不去刨地，倒在这儿撕吧！这一片玉米叫你们糟蹋的，秋后扣谁的口粮？这青苗子是金贵东西，你们这帮城里来的娃娃。 散了，头一回的教训，尝着了吧？我连一句重话都没说，就够你们俩自个儿斗个天翻地覆。河对面那个人方才在打量我，影子却落在我心里头。这几天我特意拿草药把这张脸、这双手
抹得又黄又暗。眼下我不过是个顶顶普通的村姑，可偏偏就有人隔着一条河，单看我一个抹黄脸的村姑图什么？算了，我如今这副模样，这道目光记下了，往后留个心。早就缩在最不起眼的阴影里，又开会了。搁前阵子这场子就是我的难关，几个拿这个取乐的家伙，他们的眼睛挪开了。人呢，多半是看人下菜碟。你又一个人躲这犄角旮旯，你不嫌我这副样子烟骚？得，我寻王二他们去。连这块甩不脱的牛皮糖，苗红姐，今儿这场闹的，这伤口脱不得，甩羊水那味儿太冲，我只能用碘伏，一点儿一点。好在这恢复了屋里的油灯昏得很，重生回来这1个多月，不趁早把营养补起来，往后落隐患，命攥在自个儿手里才踏实。明天我就去队里申请捡柴。这么晚了还不睡？这关外的林子出不出药材？1根柴1味药，慢慢攒。3组，今儿去队东头那片地钻种，吃完早饭直接下地，别磨蹭。4组，你们这一波新来的，去伺候咱队那50亩西红柿田。伺候？交个西红柿地？都愣着干啥？给我领工具去。到地方你就晓得了，这是咱队的老传统喽。今天的活计是采收3到5亩，只在开春丰水期那阵子有水，造个水车一点用没有，太费油了，还不如咱自个儿挑。该不会是让我们到河边去挑水吧？最多2个来回准崴脚，不远，就600多米，1里东路。男同志都跟我去下游挑水。曾介军这老小子说的600米，这一旦水压在肩上爬800米的坡，这西红柿伺候的真是麻烦。组长，我不行了，歇会儿。这些年水位降了差不多1米，你们几个脑子好使的都琢磨琢磨，找到解决办法。可是许过涨1级工资的，这点工资我还真不放在眼里，是1级工资背后的那点东西。这块铺垫的活，今儿我先记下了。也就头1个礼拜才有的待遇。这萝卜腌的真不赖，又脆又入味儿。这是3队送的，在龙仓到底是不一样喽。要搁我家，够慢慢吃好几个月了，这么早火了，造孽哟！图啥？新人头一回都这样，回头给队里的牲口吃，一点不浪费。这份手工我张宏成接了。这就是咱队给新人备的老传统。想涨1级工资，积攒资历，给我查查后市这块地底下，打井找暗河，这事儿急不得。立住头1个手工，就是把根扎稳了。明儿还得接着挑水呢。来线了，来线了！这哪是挑水，少说800米还往上。小张，挺住啊！谁来都得挑上1礼拜。我这俩肩膀，这水位这些年降了快1米，谁要能把这50亩田……那几块钱我倒不馋，脸面、资历、说话的分量。郝大儿这是好几天没来信儿。师傅，包车去云山农场，替你把那地皮踩一遍。这水打哪儿来的？打了20多口井，顺着一条小型暗河，你照着往底下掏，准成。这死胖子连夜飞到了界江，顺着一条小型暗河打井。那道缝底下就是暗河，可这事急不得。这地方也忒偏了点吧？我这是想挖井找水。我信你个大头鬼！跟我去田边那头挖正经咸井，磕着石头了，我叛变了。底下不远就是那条暗河。4组，接着下乌勒河，伺候那50亩西红柿田。这是第4天了吧？再撑2天，都精神点儿。水桶表单一样不能落。这都第4天了，俩肩膀皮都快磨没了。这才哪儿到哪儿？枯水期没法匀水，这叫老传统。老传统，我看是老折腾，拿肩膀往上扛。你要铲子干啥？挖个能改命的坑。糟蹋了一片，是啥东西干的？野猪？不是野猪，是傻狍子。他们下山祸害西红柿干啥？傻狍子，野生的狍子肉啊！来把铲子，挖陷阱使的吧？
逮着了那傻狍子，全队都念你好。承您吉言。陷阱是要挖，井更得挖，那可比一只狍子金贵得多。挖个陷阱，套他一只。成，挖！你俩去薅点野草。在这儿挖能套着鬼。我是想挖井找水。打井？我信你个大头鬼！技术员自个儿打过2口，请过老把式都说没戏。就在这2棵槐树底下。你挖你的井，我去林子边挖真陷阱。一会儿铲子借我试试。得，磕石头上了，没戏。差的就是往下再掏一掏。石头缝里挖出水来了！我严锦荣愁了多少年，一铲子给捅开了。再不用一帮人去乌勒河，等不到明儿天亮了，跟我连夜去看看。崴啥脚？我这心里头敞亮啊！你这黑眼圈跟那傻狍子似的。别提了，队长昨晚半夜跑去看泉眼，做梦都在哈哈大笑，一宿没停。把通讯员的觉也搭进去了，在这片荒原上一战闻名，稳稳地踩进去了。都给我支棱起来，听好喽！队里那块老大难的地终于解决了，泉眼一冒，全队都跟着沾光。工资提前1天给你们结了，再多放你们1天假，发5斤粮票。我们可都是沾了红城的光，队长您这手可真大方。小张，你这立的可不是小功，涨你1级工资的事儿正办着呢，好好干，我看好你。涨不涨工资我倒不眼热，我眼热的是那2张暖壶票。另奖你2张暖壶票，自个儿揣好喽。好家伙，暖壶票！挖到一眼泉，立了大功，我还多得2张暖壶票。今儿这甲是你挣来的。你那2张暖壶票可比粮票金贵，一个暖瓶要6块钱，比抢还难抢。搭今儿过路的补给车去趟厂部，去几十里外小常氏药铺出了它，辛辛苦苦捡的这些药材。背个破篓子上哪儿去啊？你别盯着我，身上就剩这点了，希望能多卖些钱。暖壶到手，麦乳精、糕点、糖也齐了，爬了一层苍蝇。暖壶票收了，还要点啥不？够了够了，麻烦您了。就是在这儿出的手，他这药还卖得成吗？这种小事我犯不着掺和。我是底下生产队的。你是哪个生产队的？我根本不晓得有哪些队。底下哪个队？哪个队的都说不清。你这药到底打哪儿来？几双眼睛全盯在我身上。你怎么还没卖完？回去的车马上就要开了。咦，这不是2分厂5队的小张吗？这人是谁？我从没见过他。牛师傅，好几天没见了。哎呦，是小张啊！你小子挖泉那事儿能耐。瞧我，差点误会了你。我们这里收药很方便的。他认得我，还出手帮我。你这药材成色不错，5块3毛7分。我手里头第一笔钱。下次有药一定要送过来啊。这个人怎么有点眼熟？那天你们村在玉米地边上。这人是河对岸5队的知青，请问你叫什么名字？举手之劳，我还有事儿，这一面之缘到此为止。他和张玉敏竟有5、6分相似。让开让开，今儿就给全队露一手。你去队长门口扯一大串，没辣味的菜没魂儿。那串辣椒可是队长的宝贝，让你扯你就扯。川妹子说一大串，才将将够使。这点就够辣了，我这嗓子冒烟了。咋一点辣味不见？把搁辣椒这事儿给忘了吧？哗啦一下，这下成了，保管全队吃的冒汗。谁搁的辣椒这么冲？一个个吃着饭，腮帮子不受控制，花王吞虎风，眼泪跟开了闸似的。搁的洋葱头、催泪弹。我这舌头没知觉了。今儿是你们4班，你给我站住！掌勺的是2位女同志。我嘴上的皮都给拉掉一层，给您单做1碗不辣的赔罪。哎，那坑里有响动，是有东西掉进去了。傻狍子，正经的野生狍子肉啊！
来来来，小祖宗，别正扇了，今儿可不是我馋你，是咱四祖昨儿那顿辣椒，正等你这身好肉将功补过。你这是自个儿往锅里跳。好小子，可算把窟窿堵上了。昨儿那顿双份辣，今晚一锅炖了，全队加餐。不打紧，不打紧，挂着辣椒那叫精气神儿。瞧瞧，这就叫塞翁失马。于教师就是于教师。我瞅瞅咱组下回掌勺，这名字咋一脚踢到10月份，把全队都辣出心理阴影了。辣椒那茬谁好意思割？老于，你不觉着邪门吗？前儿一只，今儿又一只，接二连三的蹦出2只来。图啥？他们图活命呗。背后准是来了更怕的东西，8、9不离10，是狼群。狼群这帮杀不尽的祸害，全在山脚底下摆着。新来那帮知青农活先缓缓，跟护农队学打靶，练急救，把猎枪先摸熟。今晚就得加岗巡夜，牛圈羊叫，连夜加固结实喽。明儿一早就去趟分厂，争取多领些子弹。给纯阳村那边捎个信儿。哎，队长，我记下了。5环嘞，这一枪总算上靶喽。我这成绩还没排倒数第3，比我潮的还有俩。拖就拖呗，讲究个手感，抄根棍子跟他当面干一架。我这10发子弹数出12个孔来，剩下那几个孔是误伤友军。成，这活适合俺嗓门可亮。这猎枪的后坐力，紫的跟挨了顿揍似的。你这膀大腰圆的都遭不住，拼啥拼？老子抄棍子上！躲曾哥身后头，啥章程？咱全根数曾哥最壮实，剩下咱这几根排骨他懒得搭理。瞧瞧这帮活宝，狼这事儿我心里没底，背后还藏着别的玄机，先盯着，别出岔子。邪了门了，连根狼毛都没瞅见，倒是兔子狍子遭了殃。连根狼毛都没见着，狍子被逼下山，狼却寻不见。都腌起来，风干了存上。连根狼毛都没有，狼却凭空没了踪影，这股子邪乎劲儿怕是没完。先记下这一笔。狼没影，大粪倒是管够。乖乖，这么大一坨，谁家这么疼孩子？少说得有半人高啊！是不是把柜子都给寄来了？羡慕死个人哟！我做梦都要笑醒3回。都别急，都别急，这包裹是4班的张洪成。又是这娘俩，搭了多少人情？这是寄了座小山，炕席一块寄来了吧？我这腰快不是自己的了。把屋里都给寄空了。我猜里头准有吃的。哎呦，是吃的！自家寄的，一人抓一把。你年纪最小，多抓点。那我可不客气了，成哥。副食票，把好的全给我寄来了。这呢子大衣可是好东西，如今想买，有钱都难。这是我爹留下的。我爹当年在高原垦区干勘探，是继母压了箱底10来年的念想，不像市面上能买着的。这份心比毯子还沉。这袜子的脚趾头开了个天窗。那是我妹缝的。继母到底是精明人，处处都替我盘算到了。满满一瞥，全在问我，通篇都在显摆他那新工作，可得防着这个小范同志。前阵子立了功，涨了1级工资，要注意跟男同志相处的分寸。这话不能不撂。你这是往家寄多少啊？这是奖金，几百块，上百斤东北大米，10斤大枣，希望他们吃小些。谢主任，您这是忙完出来了？陶厂长，这一身味儿，搁3条螺旋人。小张，你离我远点儿，这味儿点根火柴都得炸。明儿放假，我搭车上澡堂。
我说这位同志，你可真臭，这味儿大粪坑里捞出来的吧？这位也以为还在城里头呢，这澡堂里头蹲着的全是知青。咱这屋里头哪个没掏过大粪？我又没说你们，这味儿确实冲。你敢看不起劳动者？大娘您松手，我是厂部办事员。你不办事，跑澡堂来洗澡是旷工。就这点情商，处处碰壁。擦澡的大爷手厉害，搓的脱层泥。你来了厂部也不过来瞅瞅，愣着干啥？刘主任找你呢。小张啊，你可真不错，那片大豆田老大难叫你解决了。我就是瞎猫碰死耗子，运气好。要各农场推荐先进知青写干文。第5篇给了小乔，根本不像话，回去给我写1篇交上来。成，这事包我身上。这人情先攒着。听说你这2天打听买炕柜呢？您知道哪儿有？木材厂在云溪镇找龚副厂长，这年头家具票可不好弄。太谢谢您了，这条子比啥都强。这是他们托咱厂部印的红袖标，帮我捎给小李。市场管理的袖标，行嘞，搁我这儿丢不了。我给你寻了辆顺风拖拉机。8块，改一改加1块。成，我先去办点事儿，1钟头准回。炕柜在木材厂定下了，先把这10多个标识袖套送过去，省得2头跑冤枉脚。大爷，跟您打听个地方，镇上的知青办往哪边走啊？嘘，小点声，小点声，往里头走就是，里头啥都有。哎，你这孩子咋连个口罩都不戴呢？回头叫人记住了，可咋整？一进一出都拿口罩捂得严严实实。你杵在外头探头探脑的瞅个啥？这一巷子的买卖还做不做了？行了，少废话，1毛钱。好家伙，这是拦路打劫，明火执仗就抢我2个包子钱。瞧你这没见过世面的怂样，给你们里头那帮人看着风，这份风险总不能白叫我们担着吧？这就是书里写过的云溪镇黑市。我兜里揣着那些布票、自行车票，这买卖窝子，这1毛花的值。这还差不多，进去吧。像一群各穿新式的影子，杂面、三合面、小米、黄豆，旮旯里还堆着干蘑菇、松子。这一条巷子硬是给凑齐活了，站得跟林子里的兔子似的。我得手脚麻利点，出了手就走。瞅这面生得很呐，我老庞这一摊那叫一个全乎。这不就是书里那个庞有德吗？今儿是撞上正主了，我更不能在他跟前露半点底。这劳柿子营养也确实得补，多少买他一点带回去。肉罐头1块钱1个，这麦乳精10块钱1罐。供销社柜台上明晃晃才8块1罐，先拿肉罐头探探这水的深浅。那我先来3个肉罐头，麦乳精容我再合计合计。那就半点退不得了。问了价就必须买，5罐麦乳精凑个整50块。识相点，痛痛快快把钱掏了。你算是一脚踢在铁板上了。你方才不是说问了价就得买吗？我这就买，先买你3个人。市场查的规矩，强买强卖，投机倒把的。市场稽查，他是个卧底，快跑！稽查的来了！嚯，跑得比兔子还快，钓上来一条最肥的。背着麻袋的那个大个子，可别让他跑了。完了，这小子点了我的名，后头不知冲进来多少稽查的。这一麻袋东西要紧，可命更要紧。好家伙，陈手，麦乳精、肉罐头，白送的。背着黑皮挎包那个才是主犯，他叫庞有德，钱全在挎包里。600多块钱，200多斤粮票，1颗花生米都够得着。在要命和要钱这2样里头，到底还是个聪明人。要命不要钱，识相。一条袖标，没动1根指头，还白得一麻袋好货。这是厂部托你们带的袖标，你点点。你扛着一麻袋啥呀？镇上淘换的一点零嘴罐头，打去趟镇上。20多包烟，大生产，迎春、握手，红肠10多根，麦乳精5罐，底下还压着2包奶粉，内部配4罐黄桃，就松了1个盖儿。嚯，黄桃罐头，小张你可真敞亮。好家伙，光票子就600多，加起来200多斤，底下还压着一张省城的缝纫月票。庞老板，你这半年的家底全送我了。撕了外包装，白纸写的字，这字体有些别扭，透着古怪。我想起来了，正是楚苗宗头一回，庞于德头一回跟楚苗红交易，
今儿我把庞于德的家底连窝端了，他给楚苗红下的第一个套，我得替他多留个心眼了。得借你这支笔试试。总场下来的征文，照着上头这份文件，本来这第5篇我给了小乔去写，结果满纸都是些小情小调的。小乔同志那是文采太足了，回去你也给我写1篇。哎，跟我半毛钱关系没有，照就得看我那好大儿的本事。成不成，全看他能给我找到什么样的大神了。把我胖子当秘书使唤啊！以国营农场风貌写先进事迹，这是我一个集邮的能整出来的。这韩叔不简单，在体制里头混过的。跟您打听个事儿，认不认识能写的老笔口子？有个朋友弄了个年代剧本，需要篇发言稿，得下点血本。我出个大红包。他怎么偏挑让我问？我去问个人。您别跟我置气儿，您拿手的先进事情汇报。巧了不是？当年咱们总场的那场学习先进就是我发起的，得帮他朋友琢磨一篇汇报，还真只能我来写。可惜你写的不对我老头子胃口。韩叔，您消消气儿，我可没拿您当枪使，那是我胡宇3辈子福气。我的老天爷，全是离休的老干部老前辈，七嘴八舌整出7、8篇来，给红包看不上，情怀我可给不起。我就一俗人，投票挑了3篇最够味儿的，最见功力那篇落款蔡老，你照着抄就成。电话里给老爷子赔了半宿，义父我这张老脸往哪儿搁呀？这死胖子办事倒利索，找人家老爷子写的，强出10万8千里。韩长初，死士的2把手，这个汇报本就是他韩书记发起，出题的考官亲自下场，满天下谁信呢？真能写出花团锦卷文章。今儿我可发现好文章，我先把这篇瞧一瞧。这篇文章了不得啊，想说的话全给说全了。被挠到痒处了。特等奖，全师就这一个，是叫张洪成同志是吧？是的，书记。上个月垦区下了个文件，差了点内容，少了点生活气息。这个39团的小张可以，让他们团里这个小年轻去进修班吧。他才来了1个多月啊。就这么定了。全师唯一的特等奖，给张顾洪成同志庆一庆。1张奖状，50斤粮票，给咱5连多挣点光。我就是运气好，赶巧了，这是大事要发生的前奏呀。胖儿子这回真给力，投票挑出3篇，落款蔡老，97岁，垦区当年的老元老，唯独这篇蔡老的工工整整抄，半个晚上搭进去也值。你别光听课，试着写一篇生产经验汇报。我才来1个多月，怕是写不出像样东西，给您添乱。你那篇拿了总场特征奖的，他肯定能写出个什么深浅来。厂长，您这担子对我来说是空的，还好胡胖子多给了我几份报告。连夜赶的，您担待。这么快，1晚上的功夫你就拿出东西？写的糙，挑出毛病我改。这文笔，这火候，一句一句全给我捋顺了。你这3篇写得透，照得我心里发虚。1斤咸味蚕豆，半袋麻花。李厂长这是破天荒了，这我可不敢当。垦区那边的信儿快下来了。建磊，这是换粮，找人换了20斤3合面。这把水果糖你拿着。这哪成，金贵着呢。让你拿着就拿着。替知青点的弟兄们谢你了。又有大喜信落你头上。这步棋走对了。建磊说了，这糖1天含1颗，慢慢化，能甜好些天呢。春苗，你眼神好，我这半天找不着一窝，匀我2朵呗，都是一个屋睡的，分什么你我？哟，还藏着蚕豆呢，你还得了水果糖，甜丝丝的，怎么不见你拿出来让大家伙儿？那糖是建梅省着给我留的，
到底是有对象的人。我看你呀，就是个小气。我省着口粮给健美加餐，怎么到他嘴里倒成了我小气？那点贪嘴的小算盘，藏拙的日子能少一桩是一桩。他手里攥着糖纸，上辈子这个时候事情跟上辈子不一样了，出事了，一准是出事了。汤堵在嗓眼了，喘不上气，谁来救救我？别扣脖子，松手，听我的。顶住了，出来，给我出来！肋骨下，往里往上，几十下也得给我顶出来！我喘上气了，我喘上气了，我这条命就交代在这林子里了。缓缓，顺顺气，别说话。是他跟我抢糖。你跟春苗抢糖，差点要了他的命。他不光不救，还摸走我几颗糖。那糖是你自个儿塞给我的，你也没亲眼瞧见，一颗糖卡了嗓子。吵吵什么吵吵？段西门赔方春苗1块钱，武建磊赔方戈东1个鸡蛋。糊涂官断的糊涂案，是他楚妙红害我赔的，这笔账我记他头上了，倒把我这救命的恨上了。一人一张，不许串通。汉生这个副小队长，符国强又1票，楚苗红。符国强6票，选副小队长。楚苗红5票，6票，整整6票。这副小队长往后归我管。富哥这下可算是熬出头喽，往后兄弟我得跟着你沾点光。3票，我就拿了3票，临了一个个全反了水。明明私底下都点过头的，段希曼那张破嘴坏我的事。诶，这是谁的名字？楚妙红。嚯，5票，差1票他就把你给翻了。5票，我自个儿都没想到，我做的那些不起眼的小事，可这对我来说，我成了他眼里头一根刺。他头一刀会从哪儿落下来？我巴不得当个没人瞧得见的影子。楚妙红同志，今儿别跟大伙儿挤，你一个人去后山采松蘑。分明是变着法子搓磨你。苗苗，没事儿，我乐得自在。早先那个细皮嫩肉的楚苗红，便吃了亏。我这肚子一早起来就翻江倒海的，今儿这活我实在出不了工了。这脚步又重又急，除了那个吊儿郎当的金絮，一个人在这后山怪冷清的吧？不必，我一个人采的挺好。你不下地出工，跑这后山来做什么？咱俩都是天涯沦落的知青，你那篓子沉，我帮你背着。你这只手最好别伸过来，能有人瞧得上你，是你的福气。最不缺的就是给人扎针的本事。你给我扎了什么？我这腿怎么使不上劲儿？这点药量冻不死他，叫他赤条条睡上半晌，谁伸手我便剁谁的手。继续！你这人跑哪儿去了？大活人能丢哪儿去？好端端的收割机搁那儿吃灰，用小镰刀战大机械，上千亩豆子都得靠咱一连一连啃。小张，这才哪儿到哪儿，还得雪里爬豆虎口抢粮呢。那回赶牲口去北山放牧，半个月没洗头，做梦都梦见嘴痒。可咱4班争气呀，全队唯一还有战斗力的一波。倒是把话说囫囵了。伤人的是个男知青，打从挨了刀就一直没醒。那叫大夫了没有？他怕血。卫生员怕血？这卫生员是咋当上的？被抓的那个男知青是冤枉的，抓人很重要，但救人更耽搁不得。要不咱先绕去分厂叫大夫。分厂那几个医生你就别惦记了，就剩个嘴上没毛的小年轻。我在对岸春阳村知青点有俩朋友，听说有个浙省来的女知青会急救。那还犹豫个啥？咱去春阳村。我是怕村里不放人。那好办。就说怀疑他跟那俩出事儿的。老曾这胆子比我预备的还肥，这么诓人家姑娘合适吗？不合适也得这么办。是对岸5队的同志，你们村是不是有个楚妙红？去把楚妙红给我叫过来。无凭无据把我叫去问话。来人，先把他捆上。不用捆。东山村有个女知青挨了一刀，
能救人，就能换来活路。这不是我砍的人，是一直在追着那个砍人的背影。谁也不许再动私刑。先把那个砍人的男知青枪毙。他发高烧了。审了大半天，伤人的压根不是他，光凭一张嘴。那刀位置不对，怎么个不对法？我得让真相当场水落石出。正砍在后脑壳这块，个头准比贺云梯矮，1.7米几的大个子，那个劲儿使不上来。还真是这个理。挨个给我喊到这屋里来！二大，听见没？都给我招呼来！小燕儿，咱走，这就走。灵儿，你带着罗小燕干啥去？跑啥跑？这是往后山道上奔来。还没查呢，你自个儿先撒腿跑了。案子的眉目可就清清楚楚了。连夜把人给我追回来！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。好家伙，怪不得着急处理。那刁婆娘拦门是怕瞧出门道，演的可真够卖力。这都不需要我再费心思去提示了。活活把人烧傻了，脑子就真要烧坏了。慢慢服，慢慢退，熬过这一夜就熬出来了。姑娘，挺住啊！烧退了命就保住了，往后有好日子，可不能在这鬼门关上松了劲儿。能让人瞧见我有用。退了，烧总算退了，这姑娘这辈子再不会傻了。从背后砍了那么一刀，凭啥夸他洋气？我心里头都咽下这口气。你就要人家半条命，跟书里头一字字不差。糊涂啊！不是你干的，辛苦你了，一宿就退烧了。这是真本事，是我们唐突了。凭真本事挣来的。你的出诊费，拿着。这大团结还有这张肉票，你救人辛苦了一宿，正缺着油水补呢。这份情，我楚苗红记下了。为了护我妹妹，从昨儿晌午到这会儿，腿上这一棍是王二银下的。村里少了一只羊，从我头发里翻出一缕羊毛，连着我的胳膊，连着柱子，是郑向红在背后递的刀。我的好妹妹饿坏了吧？姐喂你喝口热汤。他是怕我喊救命。这样盯着姐做什么？收拾收拾体面。是我一个字都喊不出来。好好一碗菜汤，说泼就泼。你这屋里气门敞开亮的，要咬舌自尽我拦不住，全是为你好。让我冻死在这屋里，10000个不甘心。你们村还少了一只羊，羊能往哪儿跑？村里腰死是楚苗红偷的，可连根羊毛都没寻着。那根本就不是羊血，大活羊总不能凭空没了。这些剧情我在书里都看过。河面早冻瓷实了，是不是他自个儿跑过河啃草去了？啊！打手电，去河边林子寻。找到羊，楚苗红也就能洗清了。一听人往河边去，表情先慌后松。可别是要去看楚苗红，走的方向和柴房相反。心虚的明明白白，一来一回少说大半个钟头。我这趟找羊的由头撒的正是时候。门框上一把备用钥匙，可别是来晚了。回来看我死透了没有？这不是郑向红。嚼了咽下去，熬过今夜。这是谁？还肯来救我？这羊真跑河对面去了。黑色带血的母羊蹄上有冰叉，该放楚苗红同志出来了吧？柴房钥匙谁拿着了？钥匙被拿家去了。一个个比谁都会装。这头黑母羊竟比一个大活人还金贵。不是你偷的，是他自个儿跑的，你受苦了。是村里冤了你了，一人罚5块钱，给你当营养费。还得分2人摊，在他们心里我还不如一头羊，亏我还请他们吃过一顿饭。苗红妹子，队里也是讲道理的，
这是给你的营养费。一只羊差点要了我半条命，那2下子，谢谢你了。和书上写的分毫不差，我这趟算是替玉飞救了他，总算懂了他为什么那样恨。春阳村绝不会只损失这点钱。女主大难不死，春阳村离倒霉不远了。苗红姐，你瞧，换上一茬新稻草，糊糊墙缝就可以了。队里开价180，咬咬牙就拿下了。到时候房子挂你名下，我的金镯子托人去岭东换了150，剩下30，我跟苗苗凑上了，看人脸色强100倍。娘留我这只镯子，如今为换一块自己的清净地，值了。往后就是咱仨的家了，再没人能把我堵在屋里。我给咱炕头摆2盆碎苗，多喜庆！这笔账我记在本子上。他真就这么搬走了，往后这日子要被他牵着鼻子走了。眼下别的伙计全撂下，给我上山除木。木头不够，那是要冻死人的。记着啊，抢斧头，斧头迟了，寻块石头蹭一蹭又能使，揣把斧头还能防个身。哎呦，我的于教书员，上山的组必须带2杆猎枪，回来都得技术报账，别净想着耍小聪明。哥们儿，斧头我不稀罕，那油锯还在不在？倒是有2把，可油不多了，锯不了几颗就得歇。油的事儿我自有辙。油锯一响，黄金万两嘛。就看我那好大子给不给力了。好家伙，这胡胖子，一副我人还在1972。这胖子为给我收柴药，还拿下了柴油票的女主人。姑娘的父母叫何东红、秦丽，这名字耳熟啊，原来是他俩，最后还真在一起了。明儿那2把油锯可就有的造了。小张，你那把油锯转的邪乎，输了的请喝地瓜烧啊！曾哥，你那把油锯都快冒火星子了，跟2个大号光头型似的。对面那位刚搬出来单过的女主，洪城，咱俩这几天活脱脱俩大号伐木工。老曾，得了吧，光自个儿过冬那份都绰绰有余。柴油票都是我那好大儿淘上来的。斧头别使蛮劲儿，顺无印皮。曾哥，这破斧头老打滑。洪城同志，我们又过来啦。怪了，这个张同志，这片是我们峰山玉林的地界，捡你们的，不碍事。几根裤枝子，值当什么？捡。幸亏遇上的是张红池他们组。郝组长，这是新得的冻疮膏，你们全组人手上都生了冻疮，脚边那堆劈好的大木头。用冻疮膏换木头？你俩说说，这膏药换不换？换！我这手上的冻疮挠不得抓不得，难受死了。他出手的药就是牛。后天大概还能再出一批。明儿你俩也照样过来背木头。本分村民没这么大的胆子，只有春阳村知青点那几个。每月拿固定工资的人就是不一样，捡你个枯树枝都能大呼小叫的。你们干什么呢？把树枝都给我放下！让你少说2句酸的，你偏憋不住。都给我滚回去！这片是农场峰山玉林的禁区。凭什么方春苗能过来拿木头，我们就不行？是我们农场后勤特批的。后勤特批4个字一抬出来，他们就没得说了。再不滚，老子可开枪了！这帮人欺软怕硬，背后多半是有人在撺掇。他们4个太过分了，居然联起手来对你一个人动手。淼淼，不疼，破点皮罢了。这4个货自个儿没那胆量，是郑向红，他在你们谷仓门前探头探脑。郑向红，又是郑向红，咬人的狗从来不叫。这一笔笔账我都记着呢。